家好，我是俊，今天要来和大家一起为2024年的子弹笔记排版年度设置啦。明年的子弹笔记本我使用的是 Minimalist Note 的本子，小伙伴们之后可以点击右上角浏览观看本子的开箱与实测视频，方便大家对这个本子有更详细的了解哦。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设置2024的年度设定吧。首先是在第一页写上自己的署名。我有一个为每年设立年度主题的习惯，那2024年呢，我为它设立的主题是 Discover， 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，也希望自己可以勇于发掘自己擅长且不擅长的领域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之后再写上大大的年份2024，这样就完成封面页了。接下来就来到了子弹笔记最重要的要素之一 Keys。 我自己已经有一套多年惯用了的符号，所以就打算把2023年的这个直接拆下来迁移到2024年去使用。我找了张卡片，写上 Keys and Color Code 的标题后，把刚刚的那一张贴上去，之后把多余的部分给裁剪掉，再用胶带把卡片固定贴在左页的边缘，这样就形成了活页版的 Keys。 我自己惯用的这一套符号呢，其中包括方格代表个人代办，三角形代表频道平台代办，圆形代表工作代办。完成任务后，将相应的形状涂实。已开始的任务可以在形状内画个斜杠，进行中且未完成的将形状涂实一半。延期进行则画上一个向右的箭头，取消直接画叉或者横线删掉。星字号代表笔记，惊叹号代表特别注意或突发情况，钱字号代表开销花费。子弹笔记的基础款符号是很简易的，只不过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去做增添或删减。像我的话就是增加了一系列的颜色标签去与符号搭配使用，这样能够让我更细致化的去了解每个任务的进程，以及帮助我更快的了解该任务的类别，未来往回查找的时候也会方便许多。当然这个还是得看各位的需求，如果你觉得好像蛮需要的，那就可以试着用用看，但千万不要盲目跟从哈。活页版的 Keys 好处在于只要把它摊开来，无论你在哪一页书写，你都能够边写边看，依照着使用。用完后把它收折起来，就变成一张漂亮的图画，方便又美观。右边的页面我写下了我为2024选择的年度语录。Do what you love is not a waste of time。 做你自己热爱的事从来都不是在浪费时间。希望自己在踏实的忙碌的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的同时，能够抽出时间做自己热爱的事，可以是娱乐放松，可以是绘画看书剪片，在充实的日常中能够保有一段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 me time， 从中补充能量，从中获得快乐。年度语录写好了之后，就来到了年度目标，在2个跨页的中间写上 Goals of 2024。年度目标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、价值观和生活实况去进行安排和分类。我自己的话是把目标分成4大类别：个人成长、健康生活、频道经营、钱财管理。每类别分别设置了3到5项的目标，所设置的目标要适量，更要明确。要是毫无过滤的一味写下大量的目标而毫无可行性的话，1年之后那些立下的 flag 很有可能就会毫无进展。所以我们得把大目标拆解成可行的小目标，再加入打卡的形式去记录，让量化的目标变得更可视化，方便我们去了解每项目标的执行进度。小伙伴们也可以加入 Vision Board， 贴上一些目标成果图来激励自己。接下来是未来志，先在上方中间写上 Future Logs 的标题，再把页面分成3个区，一个跨页里就共有6个区，写上数字月份，再写上月份的英文手写。
填入月历，又或者像我一样使用万年历印章印上每月的日期，把余出的日子用修正带盖掉，然后把有节日的日期圈起来。亲友生日则可以用另一个颜色做标记，日常需要间隔定时做的任务，则再以另一个颜色做区分，把对应的节日、生日任务等写在月历下方。之后也可以把一些大事件的发生或者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、外出旅游日等记录在这里。女孩们也可以在这里标记预计与实际的例假日期。未来制，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安排和提醒，我们可以把预先为未来安排的事写在这里，将来到了该月份时，就把未来制的任务迁移填写到该月的待办中。像我的话，其实也会在这里记录我每月的体重。最下方这里则会记录我每个月排版时的主色调，然后就进入到了比较次要，更多的是偏向个性化的板块和功能页。首先是观影记录 Watch List， 填写时写下节目或电影名称、集数、观看日期等就好。往年的设置中，我的个性化板块都会有那么好几个，可是因为今年开始有慢慢摸索使用 Notion 来做一些记录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和规律。那明年 What did I last 呢？我想尝试记录在 Future Logs 里，其他已在 Notion 里用得顺手的功能页就直接在 Notion 里继续使用。子弹笔记里就不再重复设置了，所以接下来就直接是1至12月的月计划部分。再来是之前开箱本之后做的 Pen Test， 在最后一页呢，就想说反正空着也是空着，那就用来设置钱财管理的页面。理财也是一项蛮重要的习惯和技能，所以我会在这里记录每月的开销、收入、储蓄。我自己惯用的理财格式是最左边写月份，之后是各类别开销的符号，再来是用红笔填写总开销，黑笔填写总收入，蓝笔填写总储蓄。开销类别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做调整。我的话是爱心代表家人，屋子代表日常，人头代表自己，手机代表话费，公事包代表工作或社交，水滴代表水费等。6月结束之后做个上半年总结，12月结束后做下半年总结，再做全年总结。还没看这个本子的开箱与实测视频的朋友，待会儿记得去看一看哦。目前全马包邮，无论是在西马还是东马的马来西亚朋友们将可免除运费。在这里也给大家来个小小的惊喜，那就是 Minimalist Note 在12月份推出了精美圣诞礼盒，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浏览他们的主页以获得最新消息哦。他哒，2024年的子弹笔记年度设置就这样完成啦，不知道有没有设置到适合大家使用的页面呢？如果有的话，欢迎大家效仿尝试哦，但切记不要盲目跟从，毕竟你的子弹笔记是只为你服务的，所以要设置自己最合适使用的符号又或任何板块哦。在此也鼓励还未开始写子弹笔记但有点心动的朋友们，来试试看和我或者其他子弹笔记大神一起设置专属于你的子弹笔记，我们一起相互学习，让自己掌握起生活的节奏，去记录和规划好自己的日常，把每一天过得更高效充实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分享，也希望我的影片对你们有所启发，一起做更好的自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不会是迁就